Hello， 大家有听到声音吗？那一开始先讲主克伯，然后再讲 Lost， 然后再讲泰坦号。好啊。对啊，中间有个插穿变化。插穿是什么？穿插。哦，哇，你好懂它哦。OK， 了解了。那我要开始了。好。1、2、3。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嗨，我是 Inside Chris。我是 Fox。嗨，欢迎大家回到 Inside Podcast 节目塞掐塞缺，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哇哦！所以今天我们聊些什么？不知道，我刚刚才想到的。没有啦，其实有稍微想一下。第一题我们来聊一点口水成分比较多好了。马斯克大战祖克伯。只要是马斯克都会有这个都会有流量性。对对，Elon Musk 跟 Mark Zuckerberg 上礼拜说要进行这个铁笼格斗啊，死斗。对，死斗。谁提起的应该是用 Musk。对，是马斯克。马斯克主动提起的。OK， 那就是马斯克在推特上说准备好跟祖克伯来场格斗赛了，然后祖克伯就说我接受挑战。我觉得本来可能一开始在嘴啦，但是后来就变成说祖克伯说好啊，来啊，然后就来啊，然后两个就开始。我觉得这个背景事由还是要先讲一下，就是因为Twitter 其实我们知道是 Elon Musk 在去年收购的社群，对不对？对。那社群平台，那现在传说是因为从年初就开始讲了 ，Facebook 在内部搞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要搞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已经陆续有人使用过了，内测使用过了，那他就是要做一个对标 Twitter 的 copy， 对，就是 Twitter clone。对， 那好像最近内部甚至他们的产品长也在内部说，我们就是类似啦，就是我们要干掉 Twitter ，Twitter 这个没有做得很好，我们还有很大的这个成长或进步空间。那反正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据说这个 Meta 内部这个欢声雷动啊，那所以这个消息自然而然，当然一定是在 Twitter 上受到热议。那 Elon Musk 显然就会开始嘴，那嘴的结果就是，大家就知道了。马斯克，我是觉得说，反正马斯克看到什么，因为反正我们都知道，马斯克实际上也是个嘴炮王，看到什么都会嘴两下。对，确实。对啊，那这个应该就是看起来那个嘴一嘴，结果就好像又称赞。我记得当初马斯克要收购 Twitter， 好像也是类似的过程。那原本是人家的玩笑话吧？那他但就觉得是个方式，那他可能就会去研究一下，是否可行。那有钱就任性啊，对，有可能嘛？因为你想一想哦，这个有道理。如果我买下来可以省广告费，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它可能就是一个 profitable 的生意。那他可能就会做，因为这数字，然后他把他自己股票压一压，干嘛的，跟银行谈一谈，还真的买得下来啊！就用差不多400多亿美元的价格买得下来。对，我不知道这应该对他讲还是蛮花钱的啦。那只是说他就是一个有勇气跟有能力去 fulfill 这件事情的人。对，那他就做了。对啊，那 Twitter， 因为我觉得 Twitter 应该说他买 Twitter 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我们之前节目上也有讲过，就是很多广告商因为感觉马斯克很不靠谱，所以就纷纷离开。那直到最近他换了一位CEO 广告业务出身的，那这个状况开始有止血的状况。那谈回就是马斯克跟祖克伯，其实这两个人很早就应该说在这一次那 Meta 要 clone Twitter 之前，蛮早之前就开始不对盘了。就比如说像报道指出，最早大概是在2018，那时候 Facebook 爆出剑桥分析的时候，马斯克就觉得 Facebook 这个平台实在太无聊了，所以那时候就先删掉特斯拉跟粉丝页的粉丝页，还有 SpaceX 的，我就觉得太无聊了。然后他们后来又在针对 AI 的意见有一番舌枪论战。
对，舌枪论剑，那唇枪舌剑，唇枪舌剑，这个要剪掉吧，这个要剪掉吧，太糗了，太糗了。吧，我们就保留原汁原味。原汁原味，是不是？唇枪舌战，然后主要两边的论点不一样嘛。对，然后现在这一场铁笼格斗战中间，其实马斯克的妈妈有一度出来说：“你们两个不要打了，要打去练。”不是结束了吗？不是就结束了吗？没有啊，今天早上还在练。今天还有最新新闻是吗？最新就是没 follow 到啊。UFC 的高阶主管有穿 T 恤，对，然后他就是说他会帮忙马斯克训练，但是没有啊，这后面这两个人就没有继续讲话啦。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有我的意思是说，Elon Musk 跟 Mark Zuckerberg 并没有继续说要对，他们本人只是这个这 FA 的人会出来煽风点火嘛。对，就是就是非常期待。Elon Musk 也没说好啊，对啊，他没有说好，说我愿意提供这个 offer， 但是他没有说好嘛。那回到刚刚就是Elon Musk 上面嘴嘛，嘴 Mark， 那 Mark 好像就是截了这一个 Twitter 的图，那他就破坏自己的 IG 说 send me location， 所以就是跟我讲地点，所以他们就打算因为要打了。那如同刚刚讲，就是Elon的妈妈跑出来说，我取消了，没有这种事，请你们用嘴巴讲话就好了，来比赛，然后用嘴巴唇枪舌剑就可以了，不要实体的这个有实体的冲突这样子。没有，听起来就很弱。我刚才马上找到最新的那个部分，是那个 UFC 的总裁白大拿自己跳出来说，他已经亲自打电话给祖克伯跟马斯克两方的态度都是说，感觉对这个决斗这件事情很认真。要预示就对，要预示，当然还没有到，当然离拍板，然后就像那，我觉得这个都只是在教授话题。我跟你讲啊，可以啦，可以，有可能这两个也是蛮疯的啦。那你要压谁赢？现在网络上一面倒压祖克伯啊，我也压祖克伯啊。哦，对，你想象都知道，祖克伯至少去比过比赛，而且是真的有拿到冠军还是奖牌。有拿过奖牌。现在问题是说，马斯克很大只，也就是说没有运动的肥宅跟受过精良训练的瘦子，哪一个会赢？比如说你们俩，比如好像叫你有受过训练的米娅跟钟孝金打，哇，那铁定输啊，压都压死。意思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不会啦，应该说马斯克跟马斯克也蛮重的，马斯克跟祖克伯你有看过他裸上身的照片？有，他就说他是海象嘛。他们的应该说他们的身材没有想象中，起码没有像我跟米娅差这么多啦。对啊。没有吗？没有，应该没有。这可以查，但是我觉得就算他们两个人身材有差好，我还是会压。你把我灯关了啦！我要失去光明。为什么？烧坏了，没关系，我来排除。你们继续聊。不用，没光也没关系啊，无所谓，我无所谓啦。我还是会压。我靠，我 OK 好，颜色变好，我不乱提。我还是会压祖克伯赢啊！你还是会压祖克伯赢？对啊。OK， 好，感谢米娅，谢谢。光明灯，哇，英赛光明灯。那所以大家可以下注下好离手。欢迎大家留言说你觉得谁的一面比较大？祖克伯171公分呢，然后马斯克应该快要190，我记得差20公快20公分，所以其实是有差，就好像我看到 Richard 的感觉啊。对啊，而且这只是身高，因为马斯克应该更重，就是比例来说。对，所以这量级是一样，不知道，没有概念。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讲说，如果真的要成型的话，那我就很好奇，马斯克到底会接受什么样的训练？他要说要减肥，说很久嘞。Rocky， 然后他现在有2个目标，还要减肥，还要练打架。蛮好的，对他人生也是一个帮助啦。有个目标，大家打一场，大家凑热闹。你看Mark Zuckerberg 在2021年的财富排行榜里面，Elon Musk 是第1名。然后我忘记是什么排行，这我 Google 过。然后 Elon Musk 是第1名，然后 Mark Zuckerberg 是第11名，我也忘记为什么他是11名的。那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全球100大首富
两个要进行格斗赛，话题十足。哇，也是值得一看。据说这个岩上 Toys 没有卖的很好，真的，透一次那据说啊，Howard 对不起，我听到是这样，有错请跟我纠正。被爆了，我听说这样，我说哦 OK， 但是等级不一样，你不能这样比啊。Toys 是要跟谁打？一个他以前香港的仇人之类的，我印象中是好像之前是合作伙伴，对，后来反目的，对，就是两个要格斗，所以他们也约了一个要格斗，现在大家一言不合就格斗。对啊，打个架吧，对，好。那我们下一个新闻是鸿海被告了，对，鸿海被告，而且是在美国。这个恩怨情仇其实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就是我们的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电动车新闻呢，就知道说鸿海去年投资了美国电动车新创 Lawson。那这个 Lawson 它是专门在生产电动车皮卡车的一个电动车新创嘛，皮卡丘，但它也是那个祖克伯，不是祖克伯，马斯克之前很爱嘴的，就是很多电动车新创都没有跨过生产地域的其中一个。那我们知道大概在之前。量化宽松整体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上了一大堆的电动车新创。那时候很多电动车新创其实真的交车没有几台。那 Lawson 也是认为它是这种像 Nikola 啦，或者说其他电动车也是其中之一。那鸿海去年呢就宣布就是说，他要对这个 Lawson 投资1.7亿美元。然后也要帮助他们去真的可以去量产他们的电动皮卡车。可是为什么会到了今年5月开始双方撕破脸呢？那现在跟大家介绍 ，Lawson 现在已经是破产状态了，已经在向法院申请破产，然后想要重组。那但是Lawson 另外一方面对鸿海的指控非常的严厉，就是讲说对方是诈欺，这个诈欺不诚信，然后违约，然后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伤害，所以才会导致倒闭。但是有更多细节嘛？比如有指控的细节，比如说哪个地方不诚信啊、诈欺啊。好的，就是那个照 Lawson 的说法，就是鸿海是完整计划要投资1.7亿美元，但简单来说呢，那鸿海后来有反悔，就是不可能把之前承诺的1.7亿美元投资的部分，先前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就是本来要投，等于就是说本来鸿海要投资 Lawson 1.7亿，但是这1.7亿没有办法全部履约一次到位。对，那详细来说就是要买大概这1.7亿，就是要再换 Lawson 大概10%，那10几%的股份。因为原本现在鸿海已经原本在这个1.7亿之前就已经有取得了 Lawson 大概8% 的股份，那大概这个持股比例大概要提升到20%左右。那这1.7亿就基本上是要买股份，然后也包括，然后这笔钱也是要继续投资厂房的。那个 Lawson 后来就讲说，哇，那个 Lawson 他讲说他现在富士康真正投资下去的钱大概只有5000多万，距离目标的1.7亿还没有，就是我没有完全履约。那而且当时 Lawson 有明确告诉鸿海说，如果没有这1.7亿，他们就要破产了。但是鸿海的回应是说没有办法，现在的那个最近因为反向分割，那个反向股票分割的关系，那没有办法买这么多股票。什么意思？叫做反向分割没办法买这么多股票？这两件事情的关系是什么？好 ，Lawson 在他的那个文件有详细解释，就是说，那个鸿海的理由是因为呢，跟那个去年的投资协议里面有讲到一题，就是说，那如果说反向股不允许因公司最近的反向股票分割，然后调整购买的股票数量。讲白话一点啦，就是他没有讲白话一点，这边的资料有，就是在另外的协议里面，他有在讲说，那个鸿海其实是他有按照业外收入
的业外收入状况好不好好不好，表现好不好的这一点，然后去来看看是不是简单来说啦，就是鸿海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外收入的状况来决定到底能不能去买，那全部要不要把这1.7亿美金全部投资下去？不，这我还是没有听懂，就是 OK。鸿海依照他的业外收入，鸿海依照自己公司的业外收入的状况，对，来决定要不要投资这家公司。对，那跟反向什么股票分割这什么关系？反向股票分割，这个就要稍微查一下。OK， 所以这两件事是无关的嘛？这听起来是对。所以鸿海是因为自己的业外收入不够，所以不能投资这家新创公司。是，就是没有办法到这里。我第一次听过这种离谱的事情我第一次听过说，我要投资一家公司，但是我投资你的金额要依照我今年的营业额来看。这听起来我有赚钱再分给你一点点，这样吗？这是什么奇怪的 deal？ 对啊，那个 deal 真的详细很奇怪，那新闻资料我要再查一下。OK， 这听起来超不合理。对，就是一般而言，你也不会跟人家签一个合约说，我投你，但是我跟你讲，这钱啊不一定会到啊，会到就是看我今年如果我赚钱再说啊，财报好我就投啊，财报好我不投啊，这可以做这个对。不是，这可以做，这也可以做账。不是这个听起来，对，详细的我要再查一下，但这可能也查不到啦，就是细节上可能也查不到，只是说那 why？ 那总之就是现在就是 Rosten 那控告鸿海那个投资违约嘛，1.7亿美金的资金没有到位，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它导致了他们现在就破产这件事破产。那这很难是因果啦，就是说，因为他本来就快要破产了，对，那你当然期望有一个投资人能够拯救一切，他们可能当初间希望是鸿海，但无论如何，他自己没办法跟鸿海以外的人做任何的，不管是贷款或者是投融资，那都还是他们的问题。这你说是鸿海的问题，我也。好像没有不能这样子说啦，对，不能100%说。我不这样子认为，这纯粹就是一个就是经营上的问题。应该说，在更详细的法院档案出现之前，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是谁做错了事情。那鸿海的回应是什么？鸿海现在的回应是最新的回应是说，那本来他们要跟 Rosten 进行善意协商，但是现在要暂缓这件行动，而且就是简单讲说，就是保留法律追诉权。这件事保留法律，可是有这种东西吗？这不是屁话，就是对，基本上就是在讲说，我那个所以没有解释，所以没有任何解释，鸿海并没有讲任何解释。OK， 就是个说法。不过说真的啦，那对 Rosten 起码从去年来讲，那鸿海这笔钱的确有发挥到了一点救命稻草的功用。就是 Rosten 他们其实到去年11月都还没有办法正式量产交车，真的就是因为鸿海这一笔钱进来了以后，那他们才在去年11月开始正式交车，交第一批的500台。然后这中间又有经历过，大概在今年2月的时候，又因为资金不到位，所以就停产了。那一直到5月才爆发了这件事情。对。所以，美国就你所知，还有什么有趣的电动车公司啊？电动车公司啊，像。Fisker 类似这个名字，我每次我有在一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名字。那 Fisker 最近就说那个要准备量产了。啊，他也没量产啊？对。因为我那天在 Apple 上面，然后 Apple 的 WWDC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然后我忘记是 Mac 还是 iPhone。一般而言，我们打开 iPhone， 你会看到。比如说 Tesla 是有一个 widget 在那边的。然后我那天看到 WWDC 的那个影片，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弹吉他的，他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那反正他就是打开了这个可能是新的 Mac OS，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台电动车在上面，那个长得很像特斯拉的 widget 的，因为就你会看到那台车。然后你会看到它的现在电量，然后一些东西，但是那还不是特斯拉。然后是我特别看了一眼，那是好像是 Fisker 之类的。OK， 但我也要讲 ，Fisker 也是鸿海代工的。
对，所以那 Fisher 有拿红海的钱吗？有拿，也有拿红海钱，有拿。哦，对啊，所以但红海的策略大概就是去用其他所有，他就想代工所有的电动车嘛，以类似 iPhone 这种逻辑，就是他去代工所有的电动车。那他赚这些所有代工的钱，没错。其实之前我们有写过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在分析红海现在就是想要做所谓的，我觉得就是跟之前的代工策略一样，就是想要在电动车在某个层面，从某个意义上当大家的 OEM、ODM。对啊！我更新一下 ，Fisker 交车了，今年5月的事情。就是才刚刚发生。对，所以也许 Apple 跟他们可能最近有什么合作。讲到这个，我们之前记得有一个叫魏国璋，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魏国璋好像是 CTO 吧，这个造车平台的 CEO， 富士康的造车平台CTO。然后以前据说他的经历，这个之前报了嘛，就是说他以前曾经待过苹果 Nest 啊，然后跟一些我看起来像是区块链的公司，但他最近我看他个人的脸书，他是正式离开了，因为前阵子是跟红海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纠纷，那他就好像是被老郭、被 Terry 哥还是被谁给忽然间就解职了？对。然后当然他就不爽，为什么你解职我？那就开始有了一些告诉。那个法律那个是双方互告啊，就是那个魏国璋主要是告红海是劳资纠纷，钱没给到位。对。但是红海去告那个魏国璋是指说他有窃取营业机密。对。所以反正现在可能 settle down 了，不知道。对。因为我看起来他离开了。现在应该已经就是双方现在应该也是正在打官司。还在打官司。对。打官司。好。确实，好，最后一个，我们最后来讲蹭一下。那 Lawson 最后忘记补充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但是红海已经取得所有 Lawson 的工厂，生产线都已经对，产线都已经被拿下来了。不是，你刚刚不是说Lawson 他不是给红海代工吗？对。那可是他有自己的工厂。对，他有自己的，就是他有自己的工厂，然后是那个红海的那 Ohio 的那个电动车厂区交车了嘛？那他自己如果我这边的话，那现在 Ohio 的这一个厂区，那已经被从新闻资料来看，已经被红海取得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但Ohio 这个区域被红海取得，那原本它不是给红海代工的吗？对，怎么会有自己的厂房？好了，算了，不纠结。但反正他可能自己原本可能想说可以自己来，结果没办法，就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可能光有厂区，那设备不够之类的。因为其实你没有知道合约细节跟他的怎么签这整个 deal， 其实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对，好吧。那我们来蹭一下上礼拜的热门话题，泰坦号。我跟你讲，我上礼拜在 Twitter 看到一个梗图。你不是剪了一个短片吗？不是，我看了，对，我剪了一个短片，我看了一个梗图，然后是一个美国的知名投资人，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Anyway， 他就贴了一张图，就是他说有一张梗图是他说上礼拜所有的 podcast 就像这2张图，第一张图呢是一个他这个知名的投资人，他穿着一张海军服，然后左边的图是穿海军服，然后隔天他说另外一张右边的图呢是他穿着一张这个俄罗斯军装的图，也就是说上礼拜所有的 podcaster 一下子是海军专家、潜水艇专家，然后呢，隔天呢，隔个几天，他立刻就变成俄罗斯军事专家，所有人都一样。不是这样搞的吧？我觉得我给你贴了梗图，我觉得实在太有梗了。对，然后我认为对，的确，但大家都是这也代表说，所有的不管是 Twitter 或 Podcast， 其实都一样，都要追逐风向。然后我们有追到，就算是对了吧？虽然追的比较晚。我蹭的泰坦这个蹭太晚了，但算了。可是我上礼拜在端午节也没有啦，就是这个新闻那个是在我们
正式进入端午假期，我大概礼拜1还礼拜2就看到第一篇新闻，就那时候爆出来，一开始会进入科技媒体眼里，就是因为他们爆出来那一台泰坦号的驾驶的方式，竟然就是用一只罗技摇杆手把。游戏手把来操控，其实不是游戏手把问题，主要是蓝牙，主要是蓝牙，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会认为非线控的会比较不稳定，会有问题啦。我们现在当然是这样觉得啦，我们也看过，其实，在比如说美国的军舰上面，或者是在操纵无人机，其实也就是用我们看到的线控的摇杆。那用蓝牙的确是大胆的一点，对，而且是可能是看起来是罗技民用版的，就是一般打电就是民用版，没有特别特规，或者是因为你进行这种专业的水下的探险，然后你没有一个特规的，没有，通常是没有特规的，因为一般的船舰或是潜艇，其实之前也有试过用 Xbox 的手把。用嘛，对啊。但我的意思说，他可能会因为压力或者是什么原因，他去做了一个客制的手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为了非常规的训练。那尤其水下，那反正结论就是他没有用了。好，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虽然这件事情很红，然后我们现在也要蹭，那我们可能还是要跟大家讲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就直接开聊了，我们没有讲说泰坦号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再叙述一下这件事情。好，我先讲解一下什么是泰坦号。泰坦号呢，就是一家叫做 Ocean's Gate 海洋之门的探险公司，他们推出了一款产品，是要潜水艇。那海们呢？听名字可能不知道它是干嘛，只知道跟海有关，但是它总之是一台，对，它是一家探险公司。那它就专门卖一些有钱人比较酷的深海旅程，然后你要花大钱可以到海里面去冒险，类似这样子。他们有推出几款潜水艇，那最近比较夯的就是这款泰坦号。泰坦号叫泰坦号呢，可能也是跟它的任务有关系，就它的任务是带大家到铁达尼克的Titanic， 我会翻成中文 Titanic 的残骸去，然后想要看一下它的沉了以后的残骸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毕竟是很有名的船嘛。那所以它名字也取得很像，叫做泰坦号，就是 Titan。就没有后面的尼克。对，我很懂。但其实应该说，这个活动有点像是全球现在富豪们喜欢的某种极限运动。就是你有钱了嘛，你人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了，那当然是来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挑战。比如说之前就是科技富豪们就在比谁去太空嘛。没有，我指的是一般的富豪。一般其实这几个人也是这是科技富豪。这几个人真的是去过太空的对，我说这件事什么，真的是什么 Ultra Rich， 但是他们不是属于 Elon Musk 之类，他们是属于自己会去做这些去太空啊，去深海啊，干嘛的？那因为这个一个人要20万美金嘛。所以就是要750万台币，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无聊没事会去做的事情。对，那他看起来也不是第一次做，因为前面都已经有几次经验，然后也有很多乘客说，其实做起来就一直有问题，就一直出问题，然后甚至是不成功的。那他们说其实蛮危险的。那对，就是泰坦号上面5个人呢，这次出事了。那像刚Fox 讲到，就是说，其实泰坦号不是第一次下去，只是我记得可能有7次还是9次了吧，就是去年前年他们都有下潜过，那也是回来了，虽然就是问题不断，但是总归是回来了，所以可能也是，比如说我的有钱人朋友他去潜一次，觉得我推，我觉得不错啊，我就也去一下这样子。那这上面。这次终于出事了，就是内爆掉了。内爆掉呢，泰坦号上面5个人呢，刚好创办人就在上面。那创办人叫做Stockton Rush， 然后另外还有呢，其他的人是英国的富豪兼探险家哈定，还有巴基斯坦的富商，还有他19岁的儿子。哇哦！对，然后19岁儿子可能就是跟着上去的这样。本来好像他老婆还是谁要去吧，结果后来就临时不能去了，就变成他儿子去。那这几个人其实都是探险家，因为自称探险家，他们也做过很多
已经做过很多别人看起来可能很危险的事情，比如说上过太空啊，那是 Blue Origin 之前有旅游方案，还好。对，就是还好。可是他们也是常做这种事啊，就花大钱，然后跑到一个很难到达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做一些先锋的事情。那其中当然有些，我记得还有一个海洋科学家，就是他是他是 Titanic 专家，就铁达尼号，对，他对铁达尼号非常有研究，所以那个拍铁达尼号电影的 James Cameron。卡麦隆先生就是说，他其实跟这个法国的探险家还不错，很熟，然后就没想到他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大家其实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有研究的人了，也不是突然就是我有钱我就是要下去，所以就很奇妙，就是这些人其实是有一定经验跟知识的人。然后就签了生死状，就下去，然后潜到4000米的海底嘛。然后就内爆了。那所谓的内爆呢 ，Fox 要不要跟我们讲解一下内爆是什么东西？你想象中就是外面的压力比里面的压力大，那感觉就好像我们喝光了可口可乐罐子，然后你把它爆，哇，就是把它这个挤起来。那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它就会这样咻，对，就收起来，就是被大海压扁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有贴的那一个影片是他们用那一种火车的空的这种桶状的车厢，然后它就是爆。那有人在下面有人说这大概是什么1大7毫米差，所以还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这个只是发生事故是10毫米，什么类似空气毫米之类的，然后就是几百大气压吧。对，然后大气压，对不起，我纠正是大气压。那刚可能比如说我贴那影片是1，那这个泰坦号真遇到的应该是可能400大气压。对，然后所以是个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所以那个瞬间是更。所以据说当事人应该是没有痛苦就掰了。因为你还没感觉到痛，他就压力撑不住，然后就没了，结束，全部就没了，所以也是一种幸福啦。也是一种因为原本早一点的感觉是，大家还在搜寻嘛，那还有搜救，那担心的是说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对，怕他们掉在某个4000公尺以下的海底，然后这个大家要想办法搜救，大家还算他们的氧气量。那殊不知，其实，在下去没多久，几天前就已经其实有声呐还什么之类的，已经听到说就听到内爆的声音。那现在就确定是内爆，那就是也毫无悬，就没什么好再考虑，没有悬念了。对，因为那时候还会挣扎说到底有没有机器可以派得下去，谁要派下去，然后怎么派下去，救不救得到，就连救援都很麻烦。对，如果真的要下去4000公尺，有没有这样的载具，然后怎么进行对接，可能都。非常复杂，而且大家都出动船只。我记得附近加拿大、美国，对他们，因为它又是在公海，那公海也三不管地带，你说是谁的，其实也很难定。但是问题是有能力救了，大概也就那几国了啦，就都出动了，对，所以都出来了，大家也都尽力了。那就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很红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有几件做错的事情。对，就是这个他们现在大家比较言上的，或者是大家在讨论议题，就是说这一个人，除了刚刚讲他用手机的逻辑遥控器、逻辑手把，那还有用了其他，比如说可能他的机体不是用常规的，它是用比较，它不是全部用合金，它是内部还有碳纤维的构造。对，然后反正它有很多觉得自己是创新的做法，然后比如说曾经有吹哨者或是内部的人提出质疑，他的做法就是全部都 fire 掉。工程师 David。对，然后说他不雇用什么40岁以上还是30岁以上的人，因为就不够创新。那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是软体的创业项目，可能这样子搞比较好。那你如果硬体，而且牵涉到人命，而且再牵涉到这种难以救援的状态，我真的是不太能够这样。比如说，Elon Musk 发射火箭，他尽管今天发射火箭 N 遍失败，也没有人会挂掉吧？那确实，赔钱就是你自己赔吧，那不会有人随着你挂掉。那他搞了这么久。火箭那最后才开始有载人，那所以显然已经做过
超多测试跟真的是很安全的检视。你看他上一次发射火箭，其实天气候不好或什么，他还是相信专业，延后取消。对，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看看这个气象不好，我记得有看过纪录片，就是这气象不好不行老板说好啦，就还是照正常程序。我记得我忘记是看 Amazon 或者是 Netflix 的纪录片，那真是看了很多纪录片，然后就是讲 SpaceX 过去发射的记录啊，失败的经验啊，然后 Elon Musk 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啊，还有员工们的一般的反应，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OK， 他是真的是失败很多次，然后也成功了很多次，之后才开始在的这个载人任务。那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就是宇宙跟着这个深海认为是地球内部的宇宙嘛，那应该是要有同样严谨的态度跟想法去做这件事情。对，确实。总之就是刚提到的内部工程师有警告过嘛，资深工程师表示，我觉得你们这样不行，他后来被辞退了嘛，因为泄密。感觉会干这种事，好像是没有经过1300公尺以下的测试，没有通过嘛。然后也被联署，就是专家学者们也向那个 OceanGate 联署说，我觉得不适合你们先通过测试再下水这样子，所以其实都有人警告过了。对啊，所以其实我认为他就是虽然大家都讲创新，但是在这一种更为危险或牵涉到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谨慎。虽然我们是做软体创业的，但是因为你没做过测试下去，这个也不叫做 MVP， 你 MVP 起码有个空的东西，对，你沉到4000公尺捞上来是确实 OK 那可能我们再放只猴子，不是不要伤害死动物了。我的意思说，就是类似再放更多机器，然后什么这样子丢下去，潜个3天再捞起来没事。可能再试个7天之类，这不是一个正常行为吗？他可能觉得前面几次人下去没问题，可是我记得好像都有什么，我记得看了几个新闻，我记得是都有问题啊，只是活着回来而已。对，就是他们其实也是都很惊险回来，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说他完全不推，就是太危险了，就是这个机器根本没有 ready。对，所以是个悲剧啊。那反正是个教训，大家做硬体创业的。记得不要太凶。对，所以现在也在推动，希望各个国家可以更严格控管那个下海的潜艇，不管是娱乐用的，还是研究用的，还是干嘛用的，那总之都要通过安全规范才能够下海。对，因为他现在就是明显想下海就下海真的现在是这样子吗？有人说是有一个原因是可能那边是公海，对，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是公海了，所以没人可以管。那你想怎么样？的确，不过公司本身应该还是有它注册地吧，就是这个方面还是要管，一定有办法可以管。只是它就是那就是个跨国的问题。对，只是要去把它理清而已。OK， 对，所以现在可能可以靠修法的方式再收紧一点，就是加强管制。没错，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闲聊的新闻到此为止。那下次如果我觉得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在我们的留言板或私讯讯息给我们。我们留言可以留怎么样留言给我们吗？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说你们下礼拜想听我们聊些什么？也许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或是 Apple Podcast， 如果是听音档的朋友 ，Podcast 的朋友在 Apple Podcast 底下也是可以留言的。然后现在 Spotify 也可以留言的，还有 YouTube 啊。YouTube 对，我们影片会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 YouTube 底下也是可以留言的，我们应该都会看到。好，那欢迎大家再留言给我们，然后有什么有趣的题目可以一起来聊聊。对，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
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